如果把人生分为四季，那么在临近冬季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如何过冬？从年轻到衰老之间，中年会显得有些尴尬。1年前我开始老花，眼角也有了更多的皱纹，白发也变得更加的刺眼。这是时间给我的信号。在未来，还会迎来更多的遗忘、脆弱、失去。我知道这是必然，也无法绕开。但是怎么去迎接它、接纳它，我现在还没有做好十足的准备。但是我想知道，其他人会怎么办？入冬需要准备，从食物到居所，衰老需要直面，从路径到方法。我希望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，能够成为入冬前的一个吹哨人，让屏幕前的我们一起来想一想，面对初老，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应该怎么迎接人生的大雪时刻。80岁的我还想叛逆人生呢，把所有的还没有来得及去体验的，要在这接下来的30多年的时间里面全部去体验到，要更好的爱自己。现在的我想让80岁的我许个愿望。80岁的我许的愿望是说，我希望能够回到40年前再活一次。然后我现在愿望就实现了。80岁还是要认真活，还是要认真打扮自己，还是要嘴角上扬，遵循生命的规律，勇敢的、积极的拥抱每一天的变化。我就希望那个80岁的风旗不要挂在墙上，不要躺在床上，要走在路上。100岁也是这样。时间是不可逆的，我们会慢慢的衰老，
但是真正的面对衰老的时候，你会想什么呢？我觉得这种噼啪作响的，这个声音很好听啊。是哇！刚才大家看到自己80岁的样子的时候，跟你们理想当中、想象当中的80岁一样吗？比我想象的难看。那你想象的80岁的样子是什么样子？比他这好看。我也是，我看到这个很震惊，因为我觉得我原来的人生理想，我说我65岁是我最好看的时候，因为我说我奶奶就65岁时候很漂亮，我以为我能长得跟她有点像，当她一看比她丑多了。我也觉得很难看，也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。我觉得跟我父亲很像。真的。我父亲71岁嘛，然后我看那个样子，就感觉我跟我父亲的今天很像。你就可以通过这2张图片去感觉，然后生命传承过程中，就是你跟随着父辈的那个往前走的那个样子，就是一代一代的就这么老去，出生，然后老去离开，然后你的下一代又这样，一代又这样，一代又这样，就在那个血脉传承里面的东西。我觉得你老了挺帅的，还是我也觉得真的是个帅老头。大家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老是什么时候？反正我现在记性特别不好，我原来记性也不好，现在记性更差，一撂爪就忘了。所以我经常在手机上会有各种各样的置顶，就是我要做什么事情，我的微信上各种置顶，今天要置顶的事情今天要解决，然后上面各种各样的闹铃。是，我也有这个问题，就是别人给我说什么事儿，我怎么老忘呢？然后我就觉得说，你根本就没有跟我说过，然后就说我事儿太多了，可能是你们这个太多，我处理不了。对，就是处理事情反应的能力，其实已经没有之前那么高效了。但是我也觉得，别计较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第一次觉得老就是，我以前很爱拍照啊。哦。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就再也不拍自拍照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可能就是4年前、3年前。你那么美都不拍吗？哇，那拍出来太……他和他自己做对比，可能是在跟自己跟年轻的时候做对比嘛。对，这个法令纹特深，然后皮肤很黄，然后头发怎么都不对，然后我现在头发越来越少了嘛。你看我现在戴着假发片，大胆讲出来，我们家各种假发片，然后各种弄着。我第一次发现我头上没有那个头发，哎呦，我好难接受，我好难接受。为什么一定要跟年轻的时候去做对比呢？不由自主的。对啊，你会对年轻最美丽的时候是最喜欢和执着的吧？每个女生都是这样。可那个时候，你20多岁的时候已经美过了，它时间推移就一定会变成一个。我们希望一直美。它应该有不同年纪或者不同阶段的美嘛。这都是一种说法，但是我们的内心就是肯定是希望，对吧？自己还是特别特别的美的，能够一直是这样美下去的。我们只是接纳现在的美，对。但如果可以选的话，大家当然都想是20岁时候的自己。我是在体检报告上第一次感觉到，自己跟老字相关了。说啥了呢？眼科的大夫写的就是老花嘛。
怎么算老花？就你就近距离看不清楚了，必须得远着看。这样看不懂东西，这样。我因为原来近视，你戴隐形眼镜对不对？我从中学就开始戴隐形。那你现在戴隐形眼镜，你会有感受啊？我也是，戴上隐形眼镜我就看不了近距离的东西，我就必须得就恢复到老花的状态，就是取下隐形眼镜我不是老花，戴上眼镜我就是老花。我是那个时候就感觉啊，原来人是会，就是他有一个巅峰的状态，身体状态，然后再慢慢衰落的。你什么时候觉得？我印象非常深，是一个很具体的时刻。我妈妈50岁的时候都还没有白头发，我印象很深。我读大学的时候，忘了几年级了，第一次看到我妈有白头发，我给哭了。我就跟我妈妈说：“你怎么老了？”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，就是有白头发这件事是一个极为遥远的事儿。我印象特别深，有一年春节，然后我试衣服的时候，突然从那个镜子里看到了一根白头发，我当时就崩溃了，然后把那个头发还搁到钱包里留了个纪念，就是那是我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原来也会老，而且是真实的开始变老的时候，很具体的那个事件，我可能甚至连在哪家店我都能想起来。就是我把每一位100岁老人都做了一个，之前做了一个展嘛，就是有一些更独特的，我就把它摘录下来。哈哈哈是最好的口头禅啊！对对对，这个老奶奶就每天在那笑。还有一个人说他卖了一辈子的花，每天的花都是新鲜的，日子也一样。怎么会这么是？这个人是我拍了他2次，就第1季、第2次我都拍了他。他的能力特别的多，他可以写字，就你们家摆在那个客厅里面那个福寿字就是他写的。遇见新事物就要大喊大叫，也是他写的。然后他可以自己缝衣服，他穿的衣服是自己缝的，现在自己做的衣服。自己做的衣服。第3个呢，他还自己可以坐地铁出去跟朋友喝茶。然后我们这次去见他的时候，他已经105岁了，他就自发的对着镜头说：“我要活到120、130，我要活到150岁。”就是他觉得他还很想活下去，因为他已经挑战完他的极限了，他就觉得信心更足。所以这个人是我整季里面可能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人。他是一个人住，对，一个人住。他103岁了，是一个人，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。他自己还有一个很不错的小院子。自己管自己。自己管自己。然后，还有一个人，今年我们在香港拍了一个100岁老人，104岁，就是这杨国元，他今年还在街头跳着恰恰舞，晚上还跟朋友打着麻将，喝着酒，就这样的过生活。他也是把他的那个一生都，就是至少是玩得很尽兴的那种。他为什么叫纯爱战士啊？因为他100岁，交了一个女朋友，然后我们还给他举行了一个小的婚礼。哦，妈呀！就是你看100岁都不丢失那种去追求爱的那种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就糊糊涂涂的爱上了，就糊糊涂涂的过吧。”我觉得他就是100个样本，100个，就是你也可以把它做参考，或者不做参考都行，大概是这么一个事。但是以后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可以去往100岁去规划了嘛，就是你说的活过了这10年，我们的这个各种进步就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了。今天早上我一直在想，就是你来的时候跟我说的，就是他在最后的30年之间，他去规划，他说我一定要去做100件事情。那金一丹说的，他30岁的时候采访的那个60岁的教授，
正好他当时是央视的主持人嘛，然后就是去东北的一个哪个大学，类似于哈工大吧，我不记得了。他采访他的时候，然后他觉得60岁那就很大的一个年纪了。结果他说那个教授特别兴奋地说，我60岁以前的时间都是奉献给国家的，60岁以后我要属于我自己啦。然后他说我规划了100件事儿，我接下来用30年的时间把这100件事儿做完。后来金一丹不是60岁退休嘛，他还在退休的那一年，他说他又飞到了东北去见了这个教授，然后说这个100件事儿他已经都完成了，他在规划他后面的生活呢。他说他一下子不恐惧这个退休，他也要这样子去展开他的生活。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规划起来，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做这100件你最想做的事情。这个可以消解掉我们人生的很多的虚无感，你之前说的那种感觉，真的是可以避免遗憾。对，我们都在说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，就是在能量在衰减，但是那些100多岁的老人，他们为什么可以保持那么强大的能量？对，我得跟我妈妈说说。好奇。其实我们有一个小的方法，我们有一个100个格子，代表了100年的生命。假如你可以活100岁，接下来你会怎么去规划你的人生？我今年43岁，如果我用100岁来减我今天的年纪，就还有57年，差不多一半吧。那接下来这些时间和生命里面，什么是真正重要的，什么又是最终能够留下来的？那可能就在这个节点，我就需要去思考和规划了。比如我可能70岁之前或者75岁之前要工作，那如果是用75来减43，我只有32年的工作的时间。22年。您数学比我还差一些。75减43，他数学比你差很正常，你继续说。那个75减43就还有32年，32年其实一晃一晃的这一年，你也做不了几件事情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假如我们够不到，比如我活不了100岁，80岁，这个数字就更加吓人了。那你就会更加去做减法。是的，我们没有认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，总有一些东西要放下。你们会介意别人询问年纪吗？还是会有一点。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吧，就是我觉得因为时间它其实就是假象，不用去放大，因为其实我觉得一切以心理的状态为主。对，当然就是说随着每一年的那个变化，比如说你实际上是有一些症状的，那也正是因为此呢，反而提醒我要更珍惜很多机会。比如说我去年就是我们在拉萨最高的剧院有一场音乐会，就那场音乐会其实我从提前几个月开始倒计时的时候，我就特别的期待，并且我决定顺着拉萨这一趟，我要开展就是我的人文之旅，我要去一趟冈仁波齐，因为冈仁波齐我之前一次都没去过。很神奇的一点是说，之前其实做了很多很多就是跟我年龄相仿的这个预案，我觉得可能没戏。然后当我到了那个拉萨的时候，我突然从到了那当天晚上之后，就无数个信号在向我涌来的，就是说你完全没问题。你知道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种没有体会过的一种感受。我就那一路上连氧气瓶都没背。其实后来我也想的是说，有的时候年龄给我的是一种提醒，与此同时其实让我更珍惜每一次接轨的机会吧。老它对你来讲可能是一种干扰，但是你新的年龄是什么样子，你要自己给你自己一种信号。我特别赞成啊，其实就是说
很多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大脑去思考问题，去判断它行还是不行，但是其实我们的身体是有答案的。对，那个答案就是你在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心跳，就说明其实你是喜欢它的。你有没有特别的向往，那就说明你是可以做到的。其实有的时候身体给你的答案比你大脑给你的答案会更加的准确。那你怎么看待我们不断的打破自己界限的问题？就是我觉得没有成本很高的去体验的时候是值得的，因为你要给自己一个去尝试的机会。比如说，我觉得这个年龄我不应该去做那项运动，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去尝试？如果它成本不是很高，我觉得可以去试试。如果对你的风险影响到你的生命了，那你要想想你到底要不要去尝试。因为我们脑海中其实被灌输了很多社会赋予这个数字的一些概念嘛。以前你看40岁就是很老很老了，现在40岁正年轻。但是话说回来哈，其实我们都是要面对舞台的人。我觉得我们这种工作会让我们可能对于我们外貌的变化、身体衰老的变化会更加的敏感。会吗？会，但是其实我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，就是说，舞台肯定是我最爱的一个呈现的地方。就是那天他们在说叶培来了，就是曾经的那个大学生女孩，白衣飘飘的女孩，头发垂到这儿，穿着长的白裙子，然后就这么飘然而至的那种感觉，就会停留在。对，我其实有的时候看到以前的视频的时候，我也会用另外一个我去看，就是屏幕中的我，哦，原来我以前是那样的一个样子。但是说真心话，我更喜欢现在的我。对，就是我觉得虽然那个时候年轻的我有很多的胶原蛋白，有很多的这种无知者无畏那种冲劲儿，但是现在的我觉得它是更全方位的一种触角的一种展开，一种诠释。这个其实是我自己觉得我更欢喜的部分，因为是认真的感受，认真的体会，认真的学习，然后认真的接受。我觉得我不拒绝衰老的原因，是因为衰老它带给我的是一种经验，还有一种经历，那个不是年轻的人给得出来的。所以这个是衰老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吗？是的，这个对于表达者来讲，它绝对是加分的，就是因为我们有了经历，我们有了阅历，我们有了理解，我们有了学习以及消化，我们才知道这个瞬间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。那你会害怕别人忘记你吗？忘记和忘记都是重要跟不重要之间吧。其实比如说我们获得成就感的时候，是因为别人在意我们，或者是认同我们，我们会觉得哦，那个其实是我们的成绩的一种显现。当然这个后浪推前浪，有很多人出来，他们去听新的音乐，这个也是正常无比的事情。但是他听和不听影不影响我做这件事情？完全不影响。我做这件事情跟他对我的期待和他对我的遗忘能够控制多少呢？现在还有什么事情是让你焦虑的吗？焦虑的，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进步的没有那么
就是还没有那么精进吧。那这个精进是以什么样作为标准，或者是它最终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？最终的目标其实就是你在处理事情时候的反观自己的一种反应吧。比如说，我看我自己是不是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一下子就窜了，或者我一下子烦了，或者是我就是一切尽在掌握，还是要看自己的反应。就是我其实并不太希望自己特别去对某一件事情发力，我希望它是一个松弛的状态中，去涌动的去给予的，去跟我自己做互动的。他不想使劲儿，不是特别想发力。其实我听到很多话，就是其实人生也可以不发力，你可以得到一个你自己想要的很好的，不管是过程也好，结果也好，就是你要去做一个你自己做着就是玩儿，但别人做起来特别吃力的事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达到那种境界。我主要是觉得，就是说你发力去执着那个东西，到底值不值得你发力呢？首先这个肯定没错，发力和不发力没有错，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对错，这是在我这儿看来的，就是你享不享受这件事儿。很多人跟我说你太辛苦了，就是他完全不懂，就我并不觉得辛苦，所以就是说不管发力还是不发力，只要你享受这个过程，我觉得本身它就是 OK 的。对呀，对，就是因为各自的角色，你得在这个你得分什么事儿。如果生意中发力，那肯定我觉得100%是做作的。就是说，当你表达一个作品，你特别使劲儿想要去证明什么的时候，那个就不对了。就是在角色中是不可以的。你的意思就是觉得他就演了，对吧？对，在艺术作品中，其实这个就可能用难听一点的话，就是它没有那么高级，它的表演的痕迹就重了。如果今天再让我重新回到湖南卫视的舞台上，去重现我之前的那种节目的方式，我会非常的有压力和非常的尴尬。为什么呢？你觉得为什么会尴尬呢？你觉得？因为我的状态已经不是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了。那为什么你觉得别人对你的期待是让你还原成原来那个样子呢？所以我就说，如果是但是我自己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期待。如果按照原来的方式，按照刻舟求剑的方式，你可能就会有压力和挑战。对，但是因为你现在选了一条新的路，就是选的就是我的路，不叫是新的路，这个就是属于我的路，是我这个年龄阶段的路。哎，那你觉得就是重新做这样的一个符合你现在的这个状态的一个节目，是没有压力了吗？还是压力很多？我觉得这个压力可能就是来自于，我觉得认知上的不同而产生的这些冲撞。那我很好奇，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另外一种压力，就是你想要成就团队的压力呢？有，非常有。这个比重有多大？你想过吗80%。天哪，那我真的是没想到。可是，很长的时间，我可能缺乏了那种在这个事情上面去扛起、去燃的那种感觉。你不需要燃，就是我觉得你现在的问题是害怕失败，亲爱的。真的，因为你没有失败过。我什么没有失败过？就是这件事对你来说太重要了。但是我真的觉得老在一起，你要让自己玩起来，然后这种玩起来不是你要这种，对吧？什么元气满满、能量满满的玩起来，是说你从心底里相信大家选择你是有他的理由的。在我以往的经历当中，任何美好的事情它都不是突然而至的，它就跟植物一样，咱不可能现在播了种子，明天早上花就开了吧？好事情不会锣鼓喧天的来。哎呀，真好。小博有吗？心理的衰老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我觉得我没有，因为我给自己营造了一个小世界，包括我觉得他的状态很好，是他有一个小世界，在他那个小世界里，他永远是大家的小妹妹，就真的那些人100岁了，他80岁了，他还是大家的妹妹，所以在那个世界里，我觉得你的年龄是恒定的。哎，叶培姐，老狼为什么叫老狼？
他媳妇儿给他起的。因为这个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个老字。对，我到现在还是小叶。对他们剑南都叫小叶。我女儿叫小冯，但是真的名字叫小冯。是吗？她叫冯小冯。啊，所以她哪怕80岁，别人叫她也是小冯。挺可爱的。我们都说，其实身体的衰老会带动我们心理的衰老，因为我们的身和心其实是一体的，所以这个心境和身体怎么样同时去调整到一个最好的状态，对吧？我突然就想到，我有一个姐姐，我这个姐姐呢，她就是早年的时候爸爸妈妈没了，然后她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，前几年也没有了。在她的家人都相继离开，在多少年之内离开之后，她就跟我说，她说我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有血缘关系的人了。衰老会变得孤独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衰老会让你放大孤独，因为我觉得，就是当我们年轻时候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当我们的荷尔蒙还在线的时候，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可能我们觉得它不是问题，对，不会想到这些问题，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失去。对，但是当你的能量在慢慢削减的时候，你觉得这就是个事儿了。比如说我前2个月吧，我妈妈她跌倒了一下，她其实就是需要卧床，在床上休息。临回来那个头一天，就看她给我发了个微信，她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她说妈妈都想你了。我说妈妈，我明天就回来，明天来看你吧。我说你怎么样这2天？她说她说老了挺可怕的。她说我真的是感觉挺孤单的。我一下心里特别有点难过。我说因为我妈妈是个很乐观的一个搞艺术的人，然后她就是因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，我整个的那个激素水平在下降的过程中，你要在床上就是休息，然后她没有办法去跟万物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其实上那个能量它在衰减的时候，它就会有一种很灰暗的一种想法。所以其实这个我想说的就是身体给了他带来的能量的弱，会影响他的心理。对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要开始很好的照顾我们这所房子。没错。所以我每天锻炼半个小时。其实说实话，我觉得我们现在锻炼就跟以前年轻的时候锻炼完全不一样。年轻的锻炼就是为了拍个照片，我有马甲线。对。现在我的锻炼就是实用主义。我就要为以后我老了能够有尊严的老去，不能够让别人我躺在床上让别人来端屎端尿的那个去做充足的准备。理解，就是无论如何，睡眠、饮食和锻炼。对，你们这些都是按照教科书在生活。你呢？你都干啥子嘞？我这么去理解，其实我把它想得更简单，我其实是用小学1年级开始用的东西在做这个事情，就是加减法。就是我每过一天，每过1年，我都往上加东西。如果我的一辈子是用加法来做的话，那其实越老越值钱，越老越是黄金时代，对吧？你今天经历了一天这样的故事，明天经历了一天那样的故事，你到了老去的时候，不就是一个宝藏吗？是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不就这样来的吗？然后小学1年级还有减法，当我开始意识到有一些衰老的时候，我就在做减法。比如有很多时间我就不用去应付，不去花了，我就会把那些东西放到一个更聚焦的东西，我认为更重要的东西上面来，我就减掉了其他很多东西。好，这就像提群一样的，你把你生命整个历程里面的很多东西把它提群出来，好，你就得到了一些精华液，那边往上加，然后这边又得到了一些很珍贵的精华液。所以我现在是用这样一个思路在指导我自己接下来的那个人生。然后第二个是刚才你们在讲这个关于老去衰老的这样的事情，其实我觉得它是一定需要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，而且一定要同样珍视。你想，比如一个拼图，我们有幼儿、儿童、少年、青年、中年，这个叫活力老人、慢老人、失能失智，甚至临终这样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周期里面，你说你缺哪一个，这一辈子都不完整。
我当然希望自己那个身强力壮，然后各种好，但是我知道它就是有一个你永远逃不掉的规律和规则在那个地方，所以我顺其自然。所以在面对失去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拿出什么样的一种心态？虽然我真的是觉得说这个都不要去执着，也是要去接纳，但是在具体的那个时候的时候，你是不能够逃脱的。就是在前段时间，我妈妈到我的家里来，我就突然记起来，我说：“妈妈，你还有一个手链，金手链，你放在我那儿了，你都忘记了吧？”是因为她去年在长沙的时候生病，住院，然后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摘下来，当时很严重。然后我妈就很自然的在一边下楼梯一边说：“我知道啊，留一个纪念嘛。”哇！我当时就不行了，当时就不行了，就自己一上来就哭啊，但是我的那种哭还不能够消解掉我的那种哀伤的时候，我就有冲进他的房子里面，扑在他的怀里面哭。我妈急死了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不要让我着急，怎么了？”她可能从来没有看到我那么那个什么。我说：“你一定要好好的，你要答应我怎么样。”说完之后，她说：“他是知道自己说错话了，是吧？因为那个时候我太脆弱了，他不知道会引起那样的那个难过。但是我觉得当时的那一刻，我是没有办法去躲避的，我也没有办法去克制的。还有一次就是我不是带他一起去拍照嘛，去拍了一个我们俩的那个写真照，我把我妈妈打扮得特别特别漂亮。然后那摄影师就说：“妈妈，你做一个这样的动作，你指着她的鼻尖儿。”当他一指过来的时候，哇！我突然瞬间，小时候了吗？对，久违的40年都没有发生过，就是我小时候5岁的时候，他这样指过。然后我就会想到很多，我还有多少次机会，他还能这样来指着我的指尖，然后就哗，就在这个阶段，你可能变得异常的脆弱。我觉得那个也是我们的一次很温情的链接。我觉得我跟我妈妈很久没有这么去温情的链接了，但是慢慢，对，它又会让我们比以前会更加的坚强一点。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不断的脆弱，在不断的强大。就是有时候可以不用把它当一次又一次的失去，可以当一次又一次的得到。就是我说的，我本来以为说起罗家坏了，完蛋了。然后你知道，我甚至第2天早上洗脸的时候，我还在流眼泪。然后我就在想，我要写一个东西，就是其实那个飞机还是掉下来了。然后我此后的一生都是在飞机坠落前的10秒钟，我就给自己想象了这一生。你能理解吗？就是我现在想到的一切，我现在经历的一切，包括今天，都是那10秒钟发生的事儿。所以我就会觉得，在那之后的人生，都是我多得到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，我觉得度量衡也可以不一样。我就经常说，谁要说想见我，但是就是没时间或者怎么样，我觉得还是不够想念。我说飞到南极点，从北京到南极点，飞行时间就50个小时。50个小时什么概念？3天之内你绝对可以到南极点，就看你愿不愿意。人们有的时候往往就是度量衡不一样，就是只要你愿意的事情，我觉得就可以做到。就是衡量的标准不一样，而且这个标准呢，也是随着自己的人生的阶段，每个人的生活轨迹、人生轨迹的不一样而不一样的。心之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哎，你看那个火也显亮。哎，真的，刚才他说话的时候也是突然亮了。其实齐哥的身上有一个关于时间感的故事。2011年，我们在
四川省的甘孜州的丹巴县中路乡拍《变形记》。那一年是15年前了啊，有一个那个小学3年级的班长叫大庸初，然后我就跟他合了一张影，然后这时间和缘分的有趣的点在于，他今天在我们这个项目组。他在现场呢，我们把他请过来好不好？雍初，雍初，雍初，啊，好漂亮！来来来，你坐到我这儿，啊，你坐着，你坐着，我们一起坐着来好好聊一聊，来看一看当年的照片，来坐，还有没有当时的影子？哇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哦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15年前，命运的齿轮15年前就开始转动了。那天他在说雍初，我说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特别呀？雍初是什么意思啊？雍初是藏语的音译，雍呢就是说好运的意思，初呢就是湖泊，就是满满一湖泊的好运，满满的好运。好美啊，这个名字。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会说你觉得是很神奇？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神奇的事情，其实后面都是有链接，就是因为你对他产生了影响，他的心里面永远就记着这个东西，然后就会把这个东西连接上。真的缘分还挺深的。是的，熙熙攘攘的这个人走来走去，你会遇见很多很多的人嘛，对吧？但是其实有一些特别的缘分，就是你能够在15年前，然后再在15年之后，它依然会重叠。我觉得好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就是活得足够长的时间，在这个时间里面，什么事儿都可以发生，然后我们可以好好的去珍惜所有来的情感，所有来的幸福，要接纳所有给我们的一切，好好的去体验。雍初加油，祝福你。哎呀，真好啊！老在一起独家冠名丹参保心茶，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，保护心脏。老在一起美好田园陪伴官湖南洪江，不去远方就来洪江。老在一起合作伙伴 Akara 全屋智能，美好生活从更懂你的家开始。老在一起行业指定先生医学，洞察先机，精准守护。老在一起行业指定德心小宝，担心独居跌倒，早用德心小宝。